那些东西打不死我。陆晨，外围没了，带你的人去强敌裂缝。裂缝后面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那是最后的路。程野在哪儿？别过来，我不好吃。程野，出来！我也想出来。好。许博士，样本活性失控了。它不是病毒，那是什么？是进化。你还会这个？现在学也来不及了。裂缝在哪儿？基地后墙，直线过去。不是说只有猛犸吗？活着出去再问。他冲我来的。低头。设备失灵了，走不出来。他在排斥我们。是不是在警告我们？不，是在确认我们是谁。进去！我真讨厌这个决定。我们活下来了。还没有。我现在有一个非常不科学的问题，说，我们是不是已经不在南极了？不，我们还在地球上，只是地球比我们想象的更大。你说怎么了？刚才通道里的尘埃可能已经进入我们体内。你是说我们被感染了？从生物学角度，是。那从不想死的角度呢？情况也不太好。我就知道。蹲下。他们在巡逻。是智慧种。别动，你的身体在回应他们。那就让他安静。好，我就知道会跑。他们在包抄，不是单纯追我们。有路吗？前面桥下。他从下面出来的，后退。枪也没用了，至少声音还挺大。他们适应了电磁冲击。那就别让他适应第二次。那在用拳头把他打飞了。不是我想的。墙外中成骨者。他刚才是在叫你吗？继续跑。这里曾经有运输系统。他们还有船？不是船，像活体载具。好，今天开始我不再问这合不合理。开挂了吧？你刚才那支箭，你也开始了。不是肌肉增强，它改变了我的瞄准和能量传导。那你背后疼是怎么回事？还没长出来。你这句话听起来更可怕了。不要现在，千万不要现在。程野，没事，我就是有点骨质增生。我是不是长石头了？高密度骨质矿化。能不能别把恐怖的事说的这么专业？这里守不住。那我试试能不能砸开后门。你确定？不确定，但我确定前门更早。我靠！继续。下面有风。走。这不是几万年前的枫叶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很早就接触过地表生物。所以我们不是第一次见他们。可能不是。墙不是为了关注我们，继续。墙是为了养大你们。他们不是被封印，他们是在等。种子醒了。墙外中，你
你们终于回来了。我们不是你们的人。现在还不是。欢迎回到你们的起源地。那就从这里开始，重新划清界限。程爷，开路。行，这活儿我熟，拆墙吧，专业对口。还好刚才那玩意儿只是投影，真要是那么大的怪物，我这一拳估计连给他剔牙都不够。那不是普通投影，更像是某种生物记忆映射。它记录的不是幻想，是这个世界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东西。许博士，你能不能别用这么冷静的线索说这么吓人的事儿？等会儿，这又是什么？我怎么感觉骨头里有人拿冲击钻装修？不是外部攻击，是体内结构在响应。这里的环境正在激活我们。稳住，别让他替你控制身体。我收回刚才那句，不是剔牙的问题，是我先别被自己胳膊吓死。别硬航，顺着他的虫柱走。敌人要来了。滚下去！左侧已封。继续压！都给我趴下！前路清开。来大的！给我站住！抬头了。压死他！给我跪下！开口！给你开！核心贯穿。后面还有东西。不是后面，是另一层世界。刚才那一只只是门卫。这地方是不是有点大过头了？这不太像矿脉，更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流。这里没有底。这玩意儿像是刻上去的。不是像，就是。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。这些不是乱长出来的，柱体、桥、台阶、脉络，它们是连在一起的。这里有过秩序，我们之前都把它想简单了。这不是地下遗迹，那这算什么？咱们总不能是掉进另一颗星球里了吧？不是另一颗星球，更像同一颗星球里的另一层。我们脚上的地表也许只是最外层。南极不是边界，是风口。又是什么？这不是一个遗迹点，这是外城区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里真有一整座城？也许不是一整座，是一个世界里的城。别出声。那不是虫子吧？不是。是居民，他们没走，是在等我们过去。跟上去。行，那就看看他们到底想带我们去哪儿。这真是一座城。不是怪物群，是种群活动。我们暴露了。这不是废墟，这是他们的国度。这下面真他妈有城市啊！问题是，人呢？这里不是空的，只是他们不在街上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看见我们就躲了？不是躲，是规避。他们在判断我们有没有危险性。刚才那边是不是有东西？在看我们？不是监视，是风险观察。不是一个两个，是一起没了。不是个体反应，是群体规避。他是不是在让咱们往那边走？不是让我们走，是把我们分流进低风险路径。继续走。这次没跑。风险等级在下降。
接触阶段开始了。所以现在，咱们是跟他们对望呢。他们在等一个安全行错。我操，他动了！别动。他在打手语？不是手语，是在建立一个能让我们理解的关系模型。这下真不是一个两个了。他们不只是在看我们，是在集体确认我们会不会破坏这里。先别打破这层平衡。行，我尽量不吓着他们。他们好像没那么怕我们了。不是不怕，是确认我们暂时不会破坏规则。我们进入低风险共存层了。所以，咱们现在算是打过招呼了。最多算第一步。而且只是他们确认我们暂时安全。这地方怎么越看越像进了9层妖塔啊？墙体在动，他好像是在安排我们的位置。我去，听不懂。发声结构跟我们不一样。先试着沟通一下，能不能换个我们听得懂的？比如说人话。不会直接宕机了吧？现在可以交流。你早这么说，我不就不用干瞪眼了吗？我们身体里的变化，你知道多少？基因一直在进化，不会停。你们这一批留在了墙外。谁留下的？说直白点，我们这身变化到底是哪儿来的？原本世界是一起的，真是连着的。后来有整块大陆开始分裂。这是人类造就的。分层是被逼出来的。残次品会留在外面，优良种前往新大陆。我们把层分开了，能稳住的先进墙里。那外面那些呢？外面的自己往下走。墙里保的是能延续的那一批。优良基因会留下，劣根基因被污染。所以我们这一支在外面。墙外种，你们身上的东西本来就有，进了墙里它就醒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原来就这样。所以现在我们是在继续进化。对，你们走到这里，门就已经开了。往下走，答案在下面。听着可不像好路，这就放行了？是的。为什么放行？我们并无矛盾。下去。要通知下层吗？先压下。可是他们不会察觉。墙外种身上有预防污染基因，送进围猎场，我要研究。方向偏了。这玩意儿还能拐弯？情况不对。裂口在那边。他们一直盯着我们，是故意把路留出来的。那老东西早有安排，刚才那堂历史课合着给实验铺热身呢。这应该是记录用的。看来已经看到数据了。他们闯过去了，够快。要传给下层吗？再等等，我觉得还不够。放下一只。我去，有完没完？快退，别靠边！桥快撑不住了，继续。这样整片猎区都会掉下去。掉下去也没关系。失控了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上！
那应该是核心。那就狠狠干他！上！他的数值又上去了。记下来，全部记下来。要失控了，控制不住。拉回来。他疯了！撤，往前！小鬼踏完了，前面没路，好像有空层。我给你打点。核心会炸的。够用了。趴下！完了！不行，控制不住。够！这什么鬼地方？谁在那儿鬼笑？这里真怪，还没习惯呢。不是那个意思。这鬼喊的什么？像是倭语。这题我会。一瓦一莫呆！中国人，救我！救你们救我！这句我听明白了。有心跳。活的。你拿拳头当翻译。这地方邪乎成这样，试探一下总没错吧？别去那边，白衣服的人在采集我们。你从哪儿逃出来的？飞机那边的飞机，不行，救我！救我！这地方还带回收功能的。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糟糕。走。这些东西不像摆在这儿的，倒像是有人摆在这儿的。不像随手乱扔的，像有人在保存它们。这架飞机是天航370，所以他不是没找到，是掉到这里了。他是被收进来的。这些人是被当成标本了。我们到了吗？天航370，请求返航。你这飞机都碎成这样了，还返航？注意，有古怪。我们到了吗？还没完全变。这叫没完全，都扑脸了。看他们脚下。直接线。行，今天改温柔路线。保护反应出现。他们还在旁边打分。右前方。他们怎么还跟着？我们被标记了。走快点，别走直线。坐趟鬼航班，还送定位。这鬼地方没有正经路。终点站到了，请带好随身物品。这地方比飞机还邪门。注意观察。人消失得很突然，被拖下来了。东西下来了，人未必都下来了。像刚才还有人在。他们劫的是那一刻。这里是请求回应，船员失联。不止一处。时间不一样，地点不一样，环境也不一样。共同点都有人。这不废话吗？封闭空间，远洋孤立，城市日常，工业作业。他们研究人怎么过日子，也在采集数据研究。还有人怎么在外面活下去。重启观测。他们要重启。重启什么？前方线路异常，请保持冷静。救援反应出现，记录。扶一下都要记。他们在学。来了个管事的。绝非原样复原，整片空间都被系统从头重写了。列车即将进站，请站在黄色安全线内候车。前一秒还是对废铁，
怎么说满就满了？凭空变出来的？全域场景复现，我们掉进预设好的地表模型里了。灾难模拟场启动。我靠，这都是安排好的，跟排戏似的。哪是什么排戏？整套灾情都是可调参数，这些人是对照组，我们才是唯一的变量。他的目标从来不在灾情本身，而在人在绝境里的本能反应。异常变质识别完成，灾害路径动态修正中。我靠，全奔我们来了，这是把我们当活靶子打！压力递推测试，把所有压力集中在变量身上，一步步逼出我们的极限值。群体与个体决策对比实验启动。情绪阈值测试开始，生存优先级数据采集载入，群体与个体决策对比实验启动。还给我们贴标签，真当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小白鼠了？他要的不只是战斗数据，他在摸我们的底线。压到极致时，我们守住的究竟是人的本心，还是只剩赤裸的求生本能？他在收网，要把我们逼进核心测试区。他在逼我们做选择。选什么？选怎么撑下去。头顶右侧还有3块，防卫补防。西北30米，有孩子重伤。情况，这是系统陷阱。我去看看。没事了，拿我们当猴耍，问过这堆贼子没有？走，找他们算账。等等，他们好像故意放我们过去。答案在里面。太阳文章，黄海水道，这是亚特兰蒂斯，整座城都沉进了南极冰架下。百慕大船员、南极科考队、失踪登山者，全在这里。他们一直在抓地表的人。拿活人当样本，搞这么多灾难测试，就是为了摸透我们打回地表。看来是这样的。模拟场是压力测试，这些人是活体对照组，他们在算自己能不能在地表活下去。算明白了就想冲出去，问过我们没有？白衣人只是跑腿的，真正做主的在神殿核心里。就这么进去，里面指不定还有什么鬼名堂。不进去，永远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。进去看看。不是古建筑，是生物机械结构。整座神殿本身就是一台巨型机器。邪门的很，连个喘气儿的都没有。他们就这么放我们进来？欢迎来到万神殿墙外州，我等了你们很久。你是谁？亚特兰蒂斯第7执政
西里斯。你们可以理解为这套地表观测与筛选系统的最终负责人。抓了那么多地表人类，就是为了筛选，拿活人做灾难测试，就是你的筛选方式。情绪阈值高，攻击性强，环境适应力远超普通内强人类。你们3个是迄今为止所有样本里最优秀。外强人类演化出生存能力与异变基因，内强人类保留了文明的辨认知。所以那些观测舱里的人，失败谈不上，只是适配度不足。他们会留在模拟系统里，为基因模型提供对象数据。我们有基因编辑技术、环境重构方案，你们提供最优质的基因蓝本。等研究完成，我们重返地表，优化全人类的基因，我们会成为全新的造物者。谁给你们的权利决定人类该是什么样子？因为我们走过你们没走过的路，我们经历过大陆沉没、千万年蛰伏，我们知道文明存续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既然你们文明高度发达，自诩基因优越，又为什么会躲在南极冰下苟延残喘？合着吹了半天，你们也有打输的时候？打输？亚特兰蒂斯全盛之时，版图横跨整个大西洋，舰队所到之处，没有文明能挡。我们从西海一路东征，直抵印度河流域。古印度文明拥有不属我们的技术，飞行器、巨变武器。他们不满亚特兰蒂斯的秩序，选择了正面迎战。战争打了数十年，大地被河尘覆盖，海洋被毒素污染，双方都死伤惨重。最终决战，我方指挥官战败，恼羞成怒之下，驾驶主舰撞向了月球。月球表面被硬生生撞出一个巨大的窟窿，轨道瞬间偏移，巨大的引力紊乱席卷地球，滔天海啸从大洋深处涌起。大洪水之后，地表满目疮痍，河尘与毒素遍布大陆，我们的故土彻底无法居住。而那些被留在地表的幸存者，哼。炼石补天，大洪水。你说的那个修复月球漏洞的东方女主藻，是不是女娲？你们的神话里是这么叫她的。我靠，女娲补天是真的，那些神话故事全他妈是真的。现在你们该明白了，地表本来就是我们的故土，我们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而你们将成为第一批被优化的新人类。不对，你说的那个战败的指挥官是不是共工？你说的东征就是共工与祝融争地，你说的战败壮月就是怒出不周山。住口！你懂什么？那是上古的污蔑。哦，这就急了，合着我们戳到你家祖宗的痛处了？你说的拿回故土，不对，是共工主动抢了护融的领地，这才是你说的东征。是你们先侵略的。你说的护融毁了你们的文明，是你们打上门，人家自卫反击。打输了，你家祖宗就怒撞不周山，把月球撞碎了。要不是女娲炼石比上月球，整个世界都没了。你的祖先就是搞出灭世灾败的罪人。那不是罪，是傅融的错，是他毁了我们的文明，是女娲偏袒他们，他们联手污蔑我们的祖先，他们才是强盗。合着搞出灭世灾战还是别人的错，你可真会甩锅。上古的时候，傅融就能打赢你家祖宗，现在我也能。你们会后悔的，你们根本不知道，共工大人会复活的，他会把你们全部碾碎。靠！这孙子跑了！追！不能让他跑了！那是共工的封印。正好，一起解决了。
我还以为你们要多耗一会儿，来得正好，刚好亲眼见证共工大人重临事件的伟大时刻。他还在半沉睡状态，是你在强行激活。强行激活又如何？你们三个以为自己的变异是巧合，错了。你们身上流淌着上古最纯粹的本源基因碎片，是最完美的钥匙，也是最顶级的养料。拿我们当养料，你他妈做梦！做梦？等共工大人带领共工氏部落重返地表，只要吸收了你们的基因，共工大人就能彻底补全力量，挣脱所有封印。亚特兰博斯的荣光将再次笼罩整片大陆。你们今天的死，会成为新时代的第一块基石。现在的人类居然发展成了这样，虽比不上当初的人族，鸡熟松绑，但也属实让人惊叹了。散开！有点意思，比起当年祝融手下的兵，差远了，但比我预想的强一点。你是谁？这里是亚特兰蒂斯禁地，你怎么可能闯进来？共工睡了万年，还是这么不安分。腹中的后人，女娲的走狗都万年了，还在多管闲事。奉女娲氏之命，朕拟共工氏于南极之下。当初能震你一次，现在就能震你第二次。我不干！你是祝融的后裔？是，祝融是第72代首封印者，严禁。他说的共工氏部落休养生息，是怎么回事？当年不周山崩，共工氏战败，本该被彻底放逐，可他们瞒着其余各部，带着残余族人躲进南极冰下，借着冰层掩护休养生息，暗中积蓄力量，妄图有朝一日重返地表，再夺天下。女娲氏发现了蛛丝马迹，但那时她刚补完天，耗尽了所有本源力量，无力再清剿余部，所以她下令让我祝融氏世代驻守南极，监督共工氏动静，防止他们破风而出，再造灭世之灾。这一守就是万年。刚才共工说，现在的是人类，当初的是人族，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在说人和人族的区别之前，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觉得月球是什么？月球不就是地球的天然卫星，绕着地球转，管潮汐的那个？天然卫星？错了，它从来都不是天然形成的。月球的本质是一颗巨型人造铁球，是上一代逝去的碳维文明结合了全部的技术与力量，铸造出来升到近地轨道上的。它的壳体是超高密度的铁镍合金，最初被打磨抛光的光洁如镜，夜里能反射出柔和强光，亮得像第二颗太阳。球体内部层层嵌套着精密的齿轮机关与能量核心，是一台完整的星球级装置。造这么大一个铁球，目的是什么？4大作用。第一，夜间照明。上古时期地表植被远比现在茂密，夜间黑暗致命，抛光的月面能反射阳光，照亮大半片大陆，弥补了夜晚没有太阳的缺陷。第二，生命调节。月球的能量核心能释放出特殊的波动，稳定地表生命体的基因序列，调节气血与寿元。上古人族能拥有漫长的寿命和强大的血魄，一半靠自身本源，一半靠月球的温养。第三，环境调控。月球的引力精准牵引着全球的潮汐洋流，调节大气回暖与气候。第四，防御护盾。月球的外层壳体是地球的第一道屏障，天外飞来的陨石十有八九都会被它的引力捕获撞碎，替地球挡下绝大多数灭顶之灾。那不周山到底是什么？神话里说它是天柱。不周山不是山，是地月衔接枢纽。
不周山不是山，是地月衔接枢纽，它矗立在西北大荒的山巅之上，一头扎根在地脉能量核心，一头连通月球内部的机关中枢。它既是输送本源能量的通道，维持月球所有功能运转，也是地月之间的天梯。上本人族能顺着它往返天地。当年共工战败，自知无力回天，便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思，驱动座舰一头撞向了不周山枢纽。巨型能量爆炸直接崩碎了衔接结构，冲击力连带撞裂了月球的内层机关，表层的抛光壳体大面积脱落，露出了里面深色的铁质基底。再加上后来无数陨石撞击留下的坑洼，才变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不周山一断，地月之间的稳定联系彻底断了，月球轨道偏移，潮汐紊乱，气候失控，滔天洪水席卷了整片大陆。这就是神话里天柱蛇，地为绝，天倾西北，地布满东南的真相。女娲补天，补的不是天，是月球。她带着祝融氏的攻晶，耗费了全部的本源力量，抢修了月球的核心机关，重新稳住了轨道，把潮汐、防御这些基础功能救了回来。可不传山的衔接枢纽彻底炸成了碎片，地脉与月河的连接断了，再也修不好。从那以后，地表的本源能量只出不进，一天比一天稀薄，环境越来越贫瘠，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样子。纯血的上天人族身体高度依赖本源能量，本源枯竭之后，他们的寿元骤减，力量衰退，连正常繁衍都变得困难，大批族人死去，到最后幸存者不足1%。再这么下去，人族就要彻底灭绝。女娲是不忍文明断绝，便做了2个安排。第一，她提取了人族的本源基因，大幅弱化了对本源能量的依赖，强化了环境耐瞪力、繁衍能力和进化潜力，改造出了第一批能在贫瘠地表活下去的族群——古人类。他只做了这一次基因电晶，之后的千万年里，这批古人类在地表自然迁徙、繁衍、演化，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成了你们。第二，剩下不愿接受改造、坚持守护纯全城的人族，由他指引着转入地下深处。地核附近有稳定的本源能量场，能支撑他们的生存需求。他们在地下建立城邦，休养生息，延续最纯粹的上古血脉和文明，一直到今天。合着我们是适配版，地下那群是原版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没有高低之分。女娲是从没想过厚此薄彼。地表走科技演化的路，地下走本源传承的路，都是文明的火种。共工刚才那属实让人惊叹，不是嘲讽，是真心话。你们在没有本源加持的情况下，靠自己发展出了这样的科技文明，远超了当年所有人的预期。既然地下人族一直存在，共工是在南极闹了这么久，他们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出手制止？地下并非铁板一块，千万年过去，人族内部分成了不同派系，多数人主张安守地下，不涉地表纷争，守着传承安稳度日，但还有一派助战，认为地表本该属于纯血人族。不是猜测，是有实据。近100年来，冰下能量变动越来越反常，好几次封印异动都能来自更深层的同源信号。这些激活装置使用的技术不过是凤宫氏残中的一个水平，有地下人族的科技痕迹。祝融氏世代代代只守封印，从不踏足地下，里面具体什么局面，没人能说清。正因为没人知道，才更要去看看。探明原委是本质。就是，来都来了，哪有空手回去的道理？大不了摸清情况就撤。我靠，颜孽这家伙指的什么鬼路？这味儿比基地后勤的东洋仓库冲10倍，合着底下是个没人管的羊圈。少说2句，注意周围。有群居物种，数量不少，在这条通道里活动很久了。谁？你也看见了？看见了，有角，浑身黑毛，四肢着地，躯干轮廓接近人形，速度很快。对地形熟得离谱。
会做工具，智慧不低，是半人半羊的族群。在后面！别追，通道结构太复杂，他们熟悉地形，追进去容易被绕进去。这群不人不羊的鬼东西，躲躲藏藏的算什么本事？他们在等我们走到最狭窄的路段，这里是他们的地盘，耗得起。